原文：为无为，事无事，谓无畏，大小多少，抱怨以德，图难乎其易，为大乎其细也。天下之难，作于易；天下之大，作于细。是以圣人东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。是以圣人犹难之，故终于无难。白话：作无为，治无事，知谓搜，简化问题，以德化育，想成大功，小处着手。世间的难原本易，世间的大最出细，所以圣人不造大业，才能成就大功。所谓轻易承诺难守信，见异思迁难处多，故圣人深明其理，才不致遭逢困厄。圣人行无为之道，治天下以太平为目标。当事件发生，简化问题，及时处理，以德政化解怨怼，解决困难从简单开始，成就大事从小处着手。世间的一切难事，本来都是由易而来；世间的一切大事，也都是由细微开始。因此，真正的圣人不刻意追求建立伟业，反而因其维持太平，不造大业，而能成就真正的大功。诸侯兵服天下大同，就是最大的成功。轻易许下的承诺，往往难以守信；见异思迁的心态，更容易陷入困境。唯有深明这些道理的人，才能在世事变化之中，不致遭逢困厄。这篇文章应该出自夏朝后期通篇论述的思想，如崇尚无为，提倡德化，小处着手，不自图大，重诺守信，多半是拼凑与承袭前人的智慧。文中那句是以圣人，其实反映了作者对这些道理的理解层次，而不为大与犹难之，才是真正透露出他劝谏君王的本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谓无畏这个畏字，应该不是抄写的错误，反而是画龙点睛之笔。它的意思是趁食物还未变坏时就吃，也就是说，为无为，事无事，谓无畏，讲的正是防微杜渐的道理。在事情还未显现、未成形之时，提前预防，及时处理，这个思想与为之于其无有也，置之于其未乱的观念相通。此外，篇中所提的为无为，事无事，谓无畏，大小多少，抱怨以德，图难乎其易，为大乎其细。圣人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。这些句子其实都可在古籍中找到源头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，作者并非原创，而是综合前人思想，以此来劝谏当时的君王。至于后来的《道德经》，那是刘彻为巩固专制所令汉儒篡改的版本。若不是为了探究中国政治腐败的根源，其实大可弃若敝屣，不必再读。刘彻之所以不敢将黄老思想雪藏或焚毁，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所承继的文景之治，正是黄老之道实行的成果。他取李耳从周守藏室中抄录的笔记，加以篡改，化名为《道德经》，其真正目的是要偷换人们的思想概念，将夏、商、
周三代黄老以民为本的王道思想，改造成结合君本思想帝王权术与修身处世玄虚清谈的一家之言。从此之后，黄老思想不再属于天下，而被包装成老子一人之著作，再让它与洒脱放达的庄子并列，号为老庄之学。如此一来，便能以孔孟之名压制老庄，为刘彻推行专制、摄州牧民、操控天下人心铺平理论的道路。言归正传，在郭店楚简中，有篇内容与本篇极为相似的古文：为王为，是王是，为王位，大小之多易必多难，是以圣人犹难之，故中王难。这篇文字应该并非摘录自《李耳笔记》，而更可能出自民间的藏书，或是当时学者的教学笔记。因此，在李耳所收录的5000余言之中，郭店楚简能够对照的内容，其实只有1000余字。至于抱怨以德这句话，或许正是郭店楚简抄录时略过一大段的原因。《论语》中记载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”孔子回答：“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可见到了东周，这句话的原意已被曲解。毕竟，东周距离夏朝至少已有1000多年之隔，若没有那份同理心与古义的理解，人们自然难以体会以德报怨的真正精神。抱怨以德是德治时代的重要思想。那么，怨者是谁？在夏朝，诸侯可能因朝廷失道而生怨，或因治水不力、政令不当而心怀不满；百姓也可能因水患贫瘠、民生问题而怨声载道。面对这样的怨气，夏朝的政府该怎么做呢？答案并不复杂，怀柔诸侯，改善政策，以德正化人心，以诚意消怨气。以现代视角来看，政府面对民怨该如何处理？联邦政府面对州政府抱怨又该如何处理？又或者邦联政府面对邦政府抱怨，又应该如何行德政以安民、安州、安邦，不是最正常的事吗？关键在于由下而上的民本思维。道如天，它的重点在于运行、规律与开创；德如地，它的重点在于承载、持守与维护。当到法制度之时，德变成了对制度的维系与延续。面对民怨，若能修订善法以平息民怨，那便是法治之德的实践。所以，并不是抱怨以德的思想过时，而是孔子春秋时代的立场眼光有问题。春秋时代的着眼是由上而下的君本思想，自然难以体会抱怨以德的本意。1000多年的时代变迁，使公天下变成私天下，使孔子将公心的德当成私心的惠。图难乎其易，为大乎其细也。天下之难，作于易；天下之大，作于细。可以作为道的开创方式。从小处着手的好处，不仅是因为易于施行，更是因为它不会伤及根本，不会破坏既有的秩序。当新道成熟，再取而代之，自然能够顺利替代，而不损人民，不伤众生。
而为无为，事无事，为无畏，则可以作为德的守护法则。平时做好维护太平的工作，着重预防与治本，在祸患出现征兆时，就及时发觉、及时处理，这才是道法自然的德治做法。等到祸乱已经明显，再来补救，那就属于仁义之治的范畴了。